女孩转校第一天，因霸气的名字改变了一生。我叫郝美丽。哎，我叫郝帅气哦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就因为他长相丑陋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同桌。最后班长主动让出了座位，看着帅气的苏木星，少女的芳心一阵乱跳。郝美丽会经常偷看苏木星，可是优秀的趋同就像个公主，让她这只丑小鸭感到羞愧。同学们更是针对两人打出了评分，全班最漂亮的是趋同，而最丑的正是她自己。啥子嘛？给我看下噻！全班最美是趋同，全班最丑的是……我跟你们说，郝美丽还丑美嘞！看看这是啥子啊？男孩玩笑似的拿走了美丽的口红，他就像个小丑一样被同学们逗弄。最后又是班长站出来为他解了围。郝美丽有点羞涩地站在他面前，看着递来的口红，旁边的趋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可郝美丽却把这一刻牢牢地记在了心里，还下意识地看了下旁边的趋同。等回到座位后，同学们又在他的桌子上写下了丑八怪3个大字，还在他的文具盒里塞进了毛毛虫。难道丑就该被欺负吗？等下了晚自习，所有人都走了，郝美丽却偷偷翻出了白天的评分，然后挨个对照笔数，没想到第一笔竟然是趋同写下的。丽丽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大晚上不回家，你怎么了，孩子？你要跟妈妈说呀。你趋同怎么欺负你了？他一遍遍地念着趋同的名字，把这2个字深深地刻进了心里。这件事很快被班主任知晓，但趋同拒不承认是他发起的恶作剧。最后双方的母亲都被请了过来。是你干的吗？妈，不是我干的。张老师，这件事说趋同干的，那有什么证据吗？这就是证据呀！这就是证据啊！什么都看不清啊！趋同妈妈的气场明显是身居高位，就连老师也不敢得罪，最后稀里糊涂地了结了此事。可走出门后，趋同妈妈直接给了女儿一巴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学校。看着妈妈的背影，趋同无比的委屈，因为真的不是她搞的恶作剧。第二天，郝美丽刻意化了妆，以此遮挡丑陋的容貌，并且非常强硬地要让趋同给自己道歉。她不想让门外的妈妈失望。郝美丽，我就要她道歉。趋同感到无比委屈，但想到妈妈严厉的教育，她含着眼泪低下了头。对不起。这一句对不起，无疑是揽下了所有过错。郝美丽也露出了胜利的表情。从这一天起，趋同看到她都躲着走。多年后，郝美丽不只改了名字叫诗月，而且还整了容。她在一封杂志上看到了功成名就的苏木星，还有他的妻子趋同，这让她再一次想到了高中时的一幕。而诗月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当苏木星上了他的贼船后，一场血腥的报复也悄然来临。